沙卡戴爾帽子戲法，英格蘭6-4擊敗法國，奪得世界盃季軍。沙卡戴爾帽子戲法，英格蘭以6-4擊敗法國，贏得今屆世界盃季軍。呢一場比賽高潮迭起，真係唔知由邊度講起。領隊杜曹承諾球隊會有反彈，但佢肯定估唔到英格蘭表現咁出色。對手法國喺上半場表現患得患失，好似放緊假禁。佢哋喺首一個半場已經失咗4球。麥巴比希望連續第2次奪得金靴獎，加上呢一場係教練迪金斯最後一次領軍，法國隊鬥志頑強。英格蘭憑住懷斯同埋干沙各入1球，加上沙卡梅開2度攻入2球，但係呢一個領先優勢幾乎唔夠。換邊之後，麥巴比隨即展開反擊，巴高拿建功之後，麥巴比再攻入個人第2球。呢一名27歲球員創造咗歷史，佢成為自從1970年梅拿之後第一名喺世界盃累積攻入10球嘅男球員，依家壓力去到美斯身上。幸好沙卡喺尾段射入一個12碼，順利完成佢嘅帽子戲法。後備上陣嘅比寧咸亦攻入個人第7球。杜曹賽前雖然被部分球迷狂噓，但英格蘭最終歷史性第一次奪得世界盃季軍。雖然準決賽輸俾阿根廷嘅傷痛依然存在，但佢哋最少用咗一場難忘嘅勝仗，為今次賽事完美作結。邁阿密全日天氣都非常陰沉，正正反映兩隊準決賽出局之後嘅沉重心情。佢哋都努力振作去應付呢一場比賽。麥巴比除咗努力超越美斯之外，佢同埋一眾隊友亦都有額外動力，希望用一場勝仗去歡送迪金斯，結束佢長達14年嘅執教生涯。呢一名皇家馬德里球星開賽前發表貼文，感謝教練帶領法國贏得2018年冠軍，以及4年後再次殺入決賽。佢寫住今日係你最後一隻帽。杜曹喺今屆賽事前已經簽署續約合約，佢表明希望帶領英格蘭出戰2028年歐洲國家盃，到時英軍更會擁有主場之利。不過賽事之前一晚嘅記者會火藥味濃，呢一名德國籍主帥堅持己見，強調如果再對戰阿根廷都會做同樣決定。未來2年將會考驗佢嘅能力，睇下佢能否重建英格蘭球迷嘅信心。英格蘭獲頒發銅牌嗰陣，簡尼同埋其他球員受到球迷熱烈歡迎，證明大家非常感激球員過去5個星期嘅努力。同迪金斯一樣，杜曹對比準決賽作出7個調動，懷斯令人意外地取代簡尼成為隊長。即使懷斯成個賽事都帶傷上陣，阿仙奴非常擔心沙列巴嘅背傷休戰時間。佢哋見到沙卡正選上陣，肯定會覺得唔高興。文奴缺席後備名單亦令人感到好奇，呢一名曼聯中場球員喺今屆世界盃從未踢過1分鐘。英格蘭足總表示佢受咗傷。另一方面，雖然佐敦軒達臣慶祝擊敗墨西哥嗰陣整斷咗一隻手臂，但佢依然留喺後備名單入面。比賽初段法國似乎仲未回魂。比賽進行到第3分鐘，杜奧傳球失誤，懷斯把握機會起腳射入，令到門將麥治蘭毫無挽救機會。麥巴比準備單刀嗰陣不慎踩波車，之後羅渣士傳出一記靚波，助攻沙卡攻入1球。可惜越位在先被判入球無效，拿確斯及時封咗沙卡另一次攻勢。隨後干沙力壓對手拉比奧特，接應懷斯開出嘅角球頂入。英格蘭似乎決心要證明實力，拉舒福特通坑渠過咗薩伊艾馬利，然後起腳勁射，但被麥治蘭撲出。另一邊廂，甸恩軒達臣精彩救出麥巴比嘅左路射門，佢另一次撲救更加成功發動反擊，造就英格蘭攻入第3球。拉舒福特同埋沙卡輪流起腳射門，場面有啲搞笑。最終由沙卡成功將皮球送入網，艾斯喺臨完半場前交出精彩傳送，助攻沙卡攻入個人第2球。法國球員顯得非常錯愕，即使麥巴比盡力一笑置之。迪金斯喺半場休息作出4個調動，包括換入丹比利同埋巴高拿。下半場開波唔夠3分鐘，英格蘭後備前鋒屈堅斯失去控球權，奧利斯交出直傳造就麥巴比追回1球，無奈之後巴高拿建功追成4-2。佢夾住皮球跑反去中圈，麥巴比喺禁區邊同奧利斯撞牆配合，然後攻入個人第2球，令到杜曹帶領嘅球隊陣腳大亂。奧利斯隨後玩弄英格蘭防線，但偏偏未能命中目標，無法將比賽拖入加時階段。比寧咸同埋安達臣隨後入替，比寧咸火拍上場對陣阿根廷坐足冷板嘅沙卡，聯手為法國隊鎖定敗局。期間丹比利亦為法國隊再追1球。呢一場精彩絕倫嘅賽事，肯定會成為今屆世界盃嘅經典之戰，展現時空大師級風範。西班牙憑深厚底蘊稱霸球壇。西班牙稱霸球壇源於根深蒂固嘅原則，佢哋絕對係掌控時間同埋空間嘅大師。英國球壇往往過度談論球員個人能力，
但足球運動其實係講求整體團隊合作。西班牙喺準決賽全面壓制法國隊，優勢並非建基於球員嘅個人耀眼表現，而係源於對空間同埋時間嘅共同理解。呢個正正係球隊長久堅守嘅核心原則，所以佢哋係世界上最出類拔萃嘅球隊。我亦認為佢哋會喺星期日贏得世界盃。關鍵唔在於洛迪或者耶馬同埋帕迪，重點係整個中場線同埋球隊嘅整體發揮。西班牙會千方百計尋找陣式同人數優勢，因為呢種意識由細到大已經根深蒂固。佢哋係足球場上掌控時間同空間嘅大師。對戰法國正正展現出呢種文化嘅回報。佢哋喺關鍵位置多次製造出人數優勢，成功形成4名球員對2名球員嘅有利局面。喺決賽前夕，大家會見到讚賞洛迪嘅文章，稱讚佢喺自己嘅位置上係世界第一。佢喺技術同戰術以至心理上的確超班，但請相信佢嘅世界級能力並非稱霸主因。西班牙嘅統治地位其實係另有原因。回想2024年歐洲國家盃決賽，當時洛迪喺半場休息階段必須退下火線，由蘇比文迪後備入替依然能夠控制中場，因為球隊清晰嘅體系係長時間建立而成，並唔係靠一名球員或頻繁更換領隊而成。球員由8歲到23歲都接受同一套訓練，直到佢哋成為真正嘅球壇王者。到底佢哋係點樣做到呢個驕人成就呢？喺西班牙，無論男女球員都經歷同一個系統，呢個系統有一套清晰理念同埋方法支持，所有比賽原則都喺呢個框架下發展出嚟，令佢哋能夠喺最高水平賽事中發揮所長。最基本前提係控球時採用特定陣式，即係4名後衛同3名中場加3名前鋒。呢個係所有年齡層別嘅共同起點，佢哋絕對唔會偏離呢個基本設定。不過球員喺走位方面亦都非常靈活多變。回顧2024年球隊起用莫拉達，佢身穿9號球衣以正前鋒為球隊披甲上陣，而今個夏天就改用奧耶沙巴爾，佢出任9號偽前鋒，擅長喺對手防線穿插。球隊喺呢2種戰術設定下都能發揮出色。喺今屆世界盃，洛迪同埋法比安雷斯合作，加上丹尼爾奧莫同埋奧耶沙巴爾嘅配合，重點已經唔再係固定嘅場上位置，而係西班牙喺適當時間走到空位嘅本能。佢哋不斷輪換同埋互換位置並走入空位，無時無刻都在場上為球隊創造優勢。佢哋亦透過觀察隊友協助製造有利局勢，確保喺球場任何特定區域擁有人數優勢。無論喺球場邊個位置都能夠多出1名球員。如果無法創造出額外嘅人數優勢，佢哋就會思考點樣靠位置輪換創造優勢。呢種文化可追溯到告魯夫執教巴塞時期。西班牙國家隊喺呢方面做得比任何國家好。無論喺男子定女子足球領域都係世界第一，所以佢哋創下9個賽事冠軍嘅紀錄，贏得17歲以下歐洲國家盃嘅錦標。過去亦曾經晉級3次相關賽事嘅決賽，打入19歲以下歐洲國家盃嘅爭冠大戰，更贏得5個21歲以下歐洲國家盃冠軍，追平咗呢項賽事最多奪冠次數嘅紀錄。女子足球方面嘅情況亦都非常相似，佢哋擁有8個19歲以下女子歐國盃冠軍。自2017年以嚟就贏咗其中7個冠軍，當中更包括連續5次奪得錦標嘅輝煌紀錄。西班牙法律強制規定運動員必須接受徵召，所有年齡層別嘅國家隊徵召都不能夠拒絕。但係喺好多其他國家根本就無呢種規定。參與青年國家隊對球員發展非常重要，能加深球員對自己場上核心位置嘅理解，學識喺大型賽事嘅巨大壓力下發揮作用。阿根廷同樣係一支名副其實嘅整體球隊。不過佢哋所展現嘅方式就截然不同。我好欣賞運動心理學家丹尼爾亞巴咸斯，佢今個星期喺社交媒體發表嘅見解好獨到。佢提到阿根廷球員熱血沸騰咁高唱國歌，喺逼搶同埋對抗中展現出極強嘅侵略性。佢哋會稍微游走喺球例規則嘅灰色地帶，表現兇狠兼且對住對手展現強硬態度。球員帶住對彼此嘅熱愛同埋無比熱情作賽，展現出極大嘅渴望同埋強烈嘅決心，令到球隊根本無任何空間去感到焦慮。我哋絕對唔可以低估建立呢種心態嘅難度。呢種對團隊嘅強烈承諾同埋兄弟般情誼，加上所需嘅腎上腺素以及同球迷嘅連結，喺體育界之中絕對係一種無可替代嘅存在。佢哋嘅領隊經常談及點樣應對逆境。呢個國家喺面對逆境時往往表現出色。佢哋絕對係國際球壇上嘅真正戰士。正因如此，佢哋永遠唔會喺任何比賽中退縮。即使無法控制球權，依然會奮戰到底。
佢哋喺決賽肯定會戰鬥到最後一個時刻。西班牙巧妙地將個波轉移到球場嘅其中一邊，藉此引誘對方中場球員橫越球場防守，然後迅速將個波運翻去原本嘅位置，從而利用佢哋最初想進攻嘅特定區域。你以為對住西班牙採取人盯人戰術會有效？錯啦，佢哋非常抗壓，兼且識得點樣化解壓力，而且球隊嘅戰術體系已經不斷進化。佢哋唔怕長傳同埋直接將個波踢入空位，成功將各種唔同踢法完美混合埋共同發揮。佢哋絕對係目前世界上最頂尖嘅球隊。喺今屆賽事展開之前，我已經喺衛報撰文，指佢哋係我心目中嘅奪冠最大熱門。而家我依然會堅持呢個睇法同埋立場。對於英格蘭嚟講，觀看星期日嘅決賽會好痛苦。點解我哋始終無法跨過奪冠嘅最後門檻呢？呢個到底同我哋嘅社會同埋文化結構有關嗎？我相信呢個同比賽嘅心理質素有莫大關聯。喺最高水平嘅賽事，你必須鍛煉大腦肌肉，就同鍛煉身體其他部位同樣咁重要，以確保情緒唔會喺壓力下影響你嘅表現。我哋必須問自己，點解阿根廷能夠喺關鍵時刻交出超水準表現，但我哋卻偏偏做唔到呢？呢個完全唔關戰術同埋換人調動事。我哋喺準決賽落敗後隨即討論呢啲問題，實在係太過短視同埋太過情緒化啦。長遠嚟講，我哋必須探討國家嘅心理層面，到底有咩問題未解決而導致無法克服難關。所有球員同教練以至球迷都要作出貢獻，傳媒同埋球會等所有人都要共同思考對策。阿根廷面對英格蘭時，從來都唔缺乏信念，佢哋好似一條牢不可破嘅紐帶咁緊密相連，絕對唔會互相推卸責任或者互相指責。但我哋嘅本能反應就係去挑剔同埋揾錯處，針對一名球員批評或將讚賞集中喺一名球員。我哋必須接受贏波係全隊人功勞呢個理念，而輸波嘅時候亦同樣係全隊人共同嘅責任。呢個就係阿根廷同西班牙晉級決賽嘅原因。始終呢兩個國家對自己嘅定位有極度清晰認知，絕對係今屆賽事中最講求團隊合作嘅兩支球隊。西班牙教練文化引領全球，多得告魯夫遠見。目前有兩個國家喺球壇上產生緊強大嘅跨國影響力。西班牙代表住最頂尖嘅足球文化，將影響力輻射到全世界。阿根廷就擁有獨特風格，深深塑造住成個南美洲嘅面貌。因此今屆世界盃即將迎來一場最完美嘅決賽。西班牙足球願景嘅建築師正係告魯夫，佢將4名後衛同3名中場加3名前鋒嘅陣式，連同一套特定理念帶到去巴塞隆拿、哥迪奧拿同埋艾馬利等一班戰術純粹主義者，將佢嘅方法改良成一套哲學，喺近20年嚟定義咗成個聯賽嘅踢法，甚至影響晒所有青年軍同埋國家隊嘅風格。當中原則包括以波為本嘅防守策略，清晰界定球員嘅場上位置同埋角色，極高水平嘅組織能力，以及講求技術同埋小組配合嘅足球風格。場上11名球員會以一個整體單位運作，走動起上嚟就好似蜂群一樣咁密密麻麻。西班牙領隊迪拉富安迪已經將呢套指導哲學融會貫通。佢喺球會同埋足總嘅青訓發展工作花咗幾十年時間，身邊嘅助教團隊都係合作多年嘅長期夥伴。喺球場上呢種風格由全球最佳球員洛迪完美體現出嚟。西班牙嘅理想主義喺準決賽擊敗咗法國嘅個人耀眼表現，領先2-0嘅入球完美展現出西班牙嘅壓倒性優勢。當時無人看管嘅閘位球員帕杜撲路喺禁區內，冷靜咁用右腳內檔將個波掃入網窩。西班牙憑住統治力將影響力擴展到整個歐洲大陸。呢個國家喺過去5屆歐洲國家盃贏咗3次冠軍，仲以絕對優勢成為今個世紀歐洲球會賽事最成功嘅國家。西班牙籍領隊喺各大頂級聯賽非常搶手，多年嚟不斷將佢哋嘅足球理念輸出到全歐洲。佢哋嘅女子足球隊亦都係世界盃冠軍。今屆世界盃凸顯咗一個不爭嘅事實，全球足球風格好大程度上受西班牙主導嘅歐洲影響。目前幾乎所有國際頂級球隊都參考巴塞同埋巴黎聖日耳門以至阿仙奴建立嘅模式。只要有領隊遵循呢套指導原則，球隊喺體育層面上自然就會取得進步。呢點印證咗一句古老格言：教練嘅質素決定咗呢項運動嘅水平。有人聲稱全球教練嘅執教方法已經改變，呢個講法其實並唔正確。真正發生緊嘅係向精英級別球隊睇齊嘅現象。呢個情況同樣適用於法國隊，尤其係自從路易斯安力基將巴黎聖日耳門打造成歐洲最佳球會之後，迪金斯長期以嚟都體現住呢套足球哲學。雖然佢未能夠連續第3屆打入世界盃決賽，
但佢交出咗一支前途無可限量嘅球隊。英格蘭陣容得益於全球實力最強嘅英格蘭超級聯賽，呢個聯賽具備極高嘅國際化水平，球隊喺身體質素上佔優兼且身經百戰。陣中領袖貝寧咸同埋哈利簡尼挺身而出，渴望喺等待60年之後名留青史。不過喺準決賽之中，對手擁有更強烈嘅自我風格，並最終勝出。杜曹將陣容打造成一個充滿凝聚力嘅團隊，喺今屆大部分賽事中都運作得非常之好。但球隊缺乏最具名氣嘅頂級球星，亦未能喺每場比賽中不斷成長同埋進步。最終佢喺對戰阿根廷時對自己嘅陣容失去信心，佢嘅換人調動剝奪咗球隊嘅穩定性同埋自信心，導致球隊最終出現崩潰嘅情況。除咗要有指導哲學之外，出色嘅個人質素亦會帶嚟成功。就好似挪威擁有夏蘭特同埋奧迪加特一樣，即使缺乏呢種頂級天賦嘅球員，只要球隊堅持清晰嘅哲學原則，依然會保持競爭力。加拿大同埋美國以至加納都聘用咗具備歐洲執教經驗嘅教練，呢股趨勢更蔓延到巴西，當地昔日人才輩出嘅獨特盛況已經逐漸減退。摩洛哥陣中大部分球員喺歐洲青訓學院受訓，或者喺歐洲頂級聯賽效力而從中得益。地理上鄰近安達盧西亞絕對係一大優勢，而且該國即將協辦2030年世界盃。喺戰術上，呢支球隊同歐洲精英球隊毫無分別。其他非洲球隊防守同樣非常緊密，失去控球權時依然能夠保持極佳組織架構，令到對手非常難以將佢哋擊敗。佢哋嘅球員同埋教練都向歐洲取經。喺今屆賽事之中，有6支晉級半準決賽嘅球隊係嚟自歐洲。喺正選陣容嘅88名球員入面，有84名球員上季同歐洲球會有合約在身，其餘4名球員都曾經喺歐洲效力，直到30歲之後先轉會到其他大洲。當中美斯就係其中一份子。除咗一個12碼罰球之外，半準決賽同埋準決賽勝方嘅所有入球功臣，都係效力過去10年打入歐聯決賽嘅球會。當中包括皇家馬德里同巴黎聖日耳門以至阿仙奴，仲有利物浦同埋馬德里體育會，以及國際米蘭同車路士加埋熱刺。真正嘅卓越實力絕對係喺歐洲鍛煉出嚟。不過世界盃冠軍極有可能連續第2屆，再次由南美洲國家成功奪得。阿根廷同樣樹立咗一個成功嘅模式，踢法立足防守，兼且專注於身體對抗，並將防線嘅安全性放喺第一位。足球被視為一種生死存亡嘅鬥爭，呢種觀念深深扎根於佢哋嘅文化之中。除咗巴西之外，所有南美洲球隊都係由阿根廷籍教練帶領出戰。最佳例子就係史卡朗尼，佢有望成為自1938年意大利嘅普素之後，第一位成功衛冕世界盃冠軍嘅教練。史卡朗尼喺西班牙度過咗10年職業生涯，佢喺當地踏出成為助教嘅第一步。佢曾經接受迪拉富安迪嘅指導，而呢位恩師正正係佢喺決賽要面對嘅對手。足球世界就係咁細，阿根廷球員無所畏懼，童年夢想推動闖決賽，喺攻入決定性入球，帶領阿根廷殺入世界盃決賽後，拿達路馬天尼斯喺場邊受訪時，情緒崩潰咁泣不成聲。佢感慨咁提起父親送俾佢嘅第一對波鞋，仲有當年自己搬到離鄉別井嘅球會宿舍時，母親依然堅持每日為佢整理床鋪。對馬天尼斯嚟講，呢份來自家人嘅點滴溫情，遠比任何入球或者獎杯更加刻骨銘心。阿根廷主教練史卡朗尼就透露，儘管喺英格蘭入波之後，自己心情曾一度陷入低谷，但佢始終深信麾下嘅球員。佢形容呢班球員喺成長過程中，從來都係無所畏懼，亦係各自領域入面嘅佼佼者。史卡朗尼仲話，球員自細就經歷激烈競爭，早已練就出一身處變不驚嘅本領，外界所寄予嘅巨大期望，對佢哋嚟講並無構成任何心理壓力。喺史卡朗尼眼中，呢班球員喺場上踢波時，就好似當年8、9歲嘅細路咁，心中全無即將落敗嘅恐懼，只係單純咁享受足球帶來嘅快樂，正如佢哋大半生所做嘅事一樣。佢形容球員性格奔放，甚至帶點叛逆，但同時係充滿鬥志嘅君子。面對國人近乎瘋狂嘅期待，教練團隊亦鼓勵球員要時刻保持嗰份對足球嘅熱愛同埋赤子之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古茲涅茨曾笑稱，世界上國家分為4類：已發展、未發展、日本同埋阿根廷。呢種難以歸類嘅獨特性，令阿根廷喺現今呢個講求簡單二元對立且漸趨複雜嘅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而呢份複雜同細膩，正正係阿根廷人民嘅靈魂寫照。
網絡上曾流傳一個關於獨立戰爭嘅笑話，要徹底驅逐西班牙殖民者。原來要先趕走英國軍隊，歷史似乎總係以某種方式不斷循環。呢幅歷史圖畫追溯到200幾年前，阿根廷人曾英勇抵抗英國嘅2次軍事入侵。當地學生喺小學階段就會學習呢段抗爭史，可惜好多英國人對此一無所知。阿根廷作為反殖民鬥爭嘅熱土，往往令唔少北半球觀察者感到驚訝。因為佢哋往往只係留意到當地人口中嘅歐洲血統。回望20世紀，好多阿根廷球員曾利用呢種歐洲血統取得國籍，藉此喺歐洲頂級球會獲得一席之地。喺博斯曼法案出現之前，呢個係獲得高薪合約嘅唯一康莊大道。自1810年至1825年間脫離西班牙統治以來，呢個共和國張開雙臂擁抱世界各地人民，造就咗多元文化嘅社會基礎。阿根廷人血統可以好複雜，例如擁有瓜拉尼族嘅母親，同埋東歐血統嘅父親。二戰後，呢度甚至成為納粹分子嘅逃亡地，同時亦係以色列境外最大嘅猶太社區之一，至今仍致力於追蹤戰犯下落。前總統梅內姆身為敘利亞移民後裔，曾力排眾議批准興建拉美最大嘅清真寺，反映咗呢度宗教信仰嘅多元同包容。呢片廣闊土地上，到處可見熱情嘅福音派傳教士。原住民每日為爭取被剝奪嘅權利同土地而鬥爭，非裔後代亦透過社交媒體努力發出強音。近年來，俄羅斯、非洲以至委內瑞拉嘅移民陸續加入呢個大家庭，喺當地可以品嘗到地道嘅日式秘魯菜，亦有熱鬧嘅唐人街同埋烏克蘭美食，足見阿根廷社會嘅開放同包容。呢度當然唔係毫無衝突嘅烏托邦，社會同樣充滿兩極分化、階級偏見同埋貧富差距。但有一樣嘢成功將全國人民團結起嚟，就係足球。阿根廷人將足球視為一種藝術，亦係逃避現實嘅避風港。佢哋擅長培育球員，足球出口量同糧食肉類一樣領先全球。喺簡陋空地上，貧苦細路用盡一切物件練習控球，喺有限空間內磨練出極致技術而成熟嘅青訓傳統，水準足可與世界任何強國比肩。1978年世界盃冠軍隊長帕沙拿曾感嘆：阿根廷人喺各行各業都渴望成為世界頂尖，但往往被睇低一線。唯獨喺足球場上，佢哋可以昂首挺胸，同任何對手握手，喺對方眼中睇到平起平坐嘅尊重。喺今屆世界盃，隨住美斯嘅商業價值屢創新高，加上阿根廷足球總會捲入醜聞，球隊喺外界眼中亦變成了最具爭議性嘅主角。無論係學術刊物嘅評論，定係網上右翼主播嘅煽動，批評聲浪此起彼落。但呢啲指責反而激發咗阿根廷球員嘅鬥志，佢哋選擇用球場上嘅表現作出最有說服力嘅回應。作為球迷，我哋甘願臣服於美斯嘅魔力，隨住球場上每一個旋轉同動作流露真摯情感，成為呢項運動最忠實嘅信徒。當球賽結束，我哋亦明白現實並唔會因此改變。但正如巴西詩人塞爾吉奧華斯所言，人唔係用眼睇足球，而係用生命感受足球。呢份由足球帶來嘅滿足，即便包含住痛苦、眼淚同埋恐懼，都係咁真實且感人。我哋感受緊呢份情緒，代表我哋並唔孤單。呢種感覺，正係我哋活住嘅證明。